唐润，你怎么又跑到我们神外病房来了？我是跟你说，我们神外病房的病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这是明知故犯，你知道吗？不行，我今儿必须得给刘副院长打个电话。哎，他又跑到咱们神外。别着急，人刘副院长现在开会呢。病人是先出现脑梗，才发生车祸的。唐润，你是不是把顺序给搞错了？病人是先车祸后脑梗，车祸造成骨折，脂肪颗粒进入血液循环，通过胃壁的卵圆孔进入体循环，造成脑梗，再加上颅脑外伤，我可是辛辛苦苦做了5个多小时的手术，才把这个病人的生命给抢救过来。你我清楚啊。是你把顺序搞错了。他的太太郑美堂是我的病人，据他描述，于江平在车祸前几天就出现全身难受，而且头疼非常严重。在车祸当天，他也头疼很厉害，本来不想让他开车的，所以我断定他应该是出现了脑梗，才发生了车祸。不管谁先谁后，这个事儿跟你们心外有什么关系吗？我刚才给病人做了心脏检查，发现他心脏上长了一颗肿瘤，大概率应该是粘液瘤。大家也都知道，粘液瘤通常都是良性的，可是粘液瘤的质地非常的易碎。病人每次心脏的跳动都会导致粘液瘤的碎片脱落，脱落下来的是硫酸，跟着血液进入体循环，走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造成堵塞。所以我认为，现在粘液瘤的碎片堵在脑部，造成了个脑梗，所以是先脑梗，后车祸。唐准，这是你的猜测而已啊。可以跟你打赌啊，谁赌输了，请对方科室的人喝咖啡。他可跟我打赌。在这儿。真的是90年龄了。看见了吧？粘液瘤随时可能再次爆成硫酸，如果2次脑梗塞，病人的存活率就不乐观了。按理来讲，必须尽快手术，但是他刚刚做完颅脑手术，没有办法耐受我们现在必须要上的体外循环，所以他现在的病情是需要尽快手术。可是他的身体不可能尽快手术。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唐准，我们各自想办法啊，我们随时沟通，尽可能保病人，好不好？好，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你赌输了，明天请我们科室的人喝咖啡，我喝摩卡，双份奶油。没照 B 超之前，你怎么能确定是粘液瘤啊？很简单啊，我之前都遇到过这样的病例，先是手指出现白斑，后来发生脑梗，可是那个病人没有抢救过来，最终死了。所以今天郑伟堂一说，我就怀疑他。不过最终能够确诊，是因为我听到了肿瘤扑了音。肿瘤扑落音，原来是这样。粘液瘤在心脏跳动的时候会撞击心脏壁，发出声音。这你可没告诉老崔，要是告诉老崔，你就骗不着咖啡了，够狡猾的呀。叶主任，我知道今天的急诊夹层都是宋宝德安排的，他派你来神外跟踪我的企图，我没有兴趣知道。但是我想告诉你，你们这么做真的很幼稚。我和宋主任，你误会了。手术室是高危操作，如果对麻醉医生不信任的话，我没有办法安心做好每一台手术。所以今天我会通知你们部门的主任，从今以后，我的手术室你不用来了。可是我主攻的就是心外和神外，尤其是心外。你真的误会了，我和宋主任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今天出现……误会和误会不重要，还是小心点比较好。你还是上其他医生的手术吧。还有，请你帮我转达宋宝德，他想怎么做随他的便，但是不能做任何事情危害到我的病人，这是我的底线。你醒了？医生，我丈夫他……郑美堂，先别激动，听我说，你丈夫于江平的情况是，他现在心脏里面长了一颗肿瘤，这就是他脚趾出现白斑的原因。所以，因为脑梗导致了车祸。正常心脏上的肿瘤只要切除就好了，
因为都是良性的。可是你丈夫现在的情况没有办法尽快手术，所以呢，要个心理准备，他2次脑梗的可能性非常大。医生啊，我和他谈恋爱到现在没有分开过，我跟他在一起40年了，没有代沟。你救救他，别激动，请你救救他。不要太激动。喂，喂，主任，你快回来吧！又是夹层吗？不是，是外伤。120打电话给值班室，要重病组接诊。主任，秦主任让你快来，说他搞不定。我知道了，马上过来。万里那一颗心，撒手唐主任，该上手术了。啊，知道了，你先去，我马上过来。别躲在无人来访的狭小缝隙，我会守护着你。暴风眼上空的阳光，短暂的惊险和神秘。闭上眼，生命很无力，我们谁都别放弃。像他这样连轴转，我真怕会出事儿。劝他好几次了，让他分病人，别的组也愿意收。不就服个软吗？这几天看起来大家也能够理解，但他就是不听，还让我不能管这事儿。他就是跟宋宝德给杠上了，非赢不可。主任，没事吧？主任，哎，楼上东说下一台还是夹层，几号手术室？不用去了。怎么了？病人送来手术室的路上夹层破了，也没救过来，就差那么几步。这个主动脉夹层真的是分秒必争才行。是可惜。主任，您的手怎么？哦，没事。你回去睡会儿吧，我看您累的。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病人送过来。那哪行啊？病房还那么多病人。钱老师他们在呢，要真有什么事我再给你打电话呗。那也行，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放心吧。白莲，哎，叶主任，你们组还有手术啊？暂时没有了。我看唐主任太累了，我让他回去睡会儿。先走了啊。哎。哎，小佳，哎，宋主任，到我办公室，有东西给你。哎，大人说，宋主任让我给您的。
这个宋宝德，一点活路不给人留。没事没事。你好，第3诊室。唐佳宇，真的是你？我看挂号系统，我还以为是同名的病人呢，怎么来疼痛门诊了？坐吧。我来看手。手怎么了？应该是腱鞘炎吧，有点压痛，行动不便，给我打一针封闭吧。打封闭，看看。疼吗？疼。动动。最大啊！你这个啊，过度劳损造成的。热敷，少用手，不用打封闭，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不行，我今天还有手术，我必须保持手的灵活，必须要打封闭。唐主任，外科医生的手，对外科医生意味着什么？我想不用我说，你应该也很清楚吧？就是为了跟宋宝德赌气，拿自己的手冒险，值得吗？你不会以为我这么做是为了跟宋宝德赌气吧？不然呢？我想不到其他原因。叶主任，我想问你个问题：一个男生从读医学院到作为一个心外科大夫，困难吗？困难。这心外是外科皇冠上的宝石，同类水平呢，在别的科都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可是到了心外，还在做打杂拉钩，连缝针都轮不上，而且专业难度大，专业培训时间长，使很多人望而却步。你问我这个干嘛？一个男生都这么困难，如果你是一个女生的话，那这个困难的指数是不是应该乘以2倍？不对，应该是3倍。所以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被排挤了。宋宝德这么做，不过是这么多年我遇到很多类似的事情重演而已。在科梅德实习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我一定会换专业，连跟大家拉个钩都需要挤破头去争取。可是10年以后，我是那儿最出色的外科医生之一。这些不是靠赌气争来的。宋宝德现在排挤我，我觉得倒是给了我一个机会，甚至是一个展示我自己的舞台，让安和医院所有质疑我的人能够清楚地看到，我非常能胜任这个职务，而且我可以做得更好。宋宝德要的是输赢，而我要的是尊重。获得尊重的唯一途径就是完成手术，这是外科的生存法则。原来是这样。对不起，是我之前的想法狭隘了。你的确挺狭隘的。其实，宋宝德排挤我，给我安排了这么多的手术，倒是一件好事。这样做可以加速磨合我的团队。现在我完全知道我手下的医生他们的优缺点。要不是因为最近手术太忙了，我真的应该抽出时间请他吃顿饭，谢谢他。那，再给我检查一下。这是怎么弄的？昨天一个人喝多了，不碍事儿，就是不好看。唐主任，这外科医生我见多了，可是像你这样的，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吗？我不是不怕，我只是不希望因为我害怕，就堵住了我想去的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进步了，只能原地踏步。聂主任，可以开单子了吗？我还赶时间。我这就给你开。哎，主任，哎，部长，郑美堂找回来了吗？找回来怎么样？生命体征都很稳定，就是情绪不太好，很担心她丈夫的情况。您和省外的人想好手术方案了吗？还没有。休息室给你留了盒饭，你快去吃一口吧。好。哎，ICU 打电话说，怕床上上 ECMO， 还没签同意书，催咱们呢。那马上跟江美雷说一声。ECMO。
不用体外循环，改用 ECMO， 也能够达到维持循环的目的。这样可以少用肝素，尽量避免病人术中术后脑出血。但是 ECMO 是一个封闭系统，用它的话，心脏不能停跳。那出血怎么办呀？加个快速输血装置，把血吸走，相当于一个心脏不停跳的手术。这是个好办法。可是，也不是很保险。但是多等1天就会增加病人2次脑梗的风险，只能冒险了。当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省外随时介入。那就这么办吧，我怕再拖下去，到时候还有别的事情发生。我想今天晚上手术。虽然我知道最近大家都很累，可是，你在给谁打电话？周达，他对 ECMO 比较熟悉，比 ICU 的医生都强。喂，周达，干嘛呢？那这样吧，我去联系手术室，海雷，你去城外看一下病人。那我去给大家买咖啡吧。那个，我知道，摩卡加双份奶油，对不对？我跟你说呀，糖吃多了小心糖尿病。ECMO 联系好了。辛苦了。有别的事儿也尽管说话啊。今天我值2线班，如果你非不让我做手术的话，你可以让吕潇来做，他是住院医，经验可没我丰。这台手术你要想上可以上，但是今后希望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手术室。可以了。这台手术能不能成功，不在于肿瘤切除，而是在于病人术后能不能清醒。所以麻醉，帮我把病人血压维持在正常值。放心吧，交给我。切除完毕。然后呢，今天一定要注意，然后把这个继续交给他啊，把钱买走了。哎，百丽，主任，他给你这是什么？叶主任让我交给宋主任的。上次宋主任找他咨询病人术后疼痛管理的问题，这个病人在外地，里面都是他自己记录的用药量什么的情况。哦，是这个啊？啊。哦，没什么，那你走吧。行，主任再见。啊。老于，没啥。医生说，我们都脱离危险了。又回来了。看什么呢？我在想，为什么2个人能在一段婚姻里坚持40年，还这么恩爱，太不可思议了。 2个人呢，在一起生活了40年，并且还能在一场车祸里幸存，这简直就是奇迹了。啊，这个奇迹是我创造的。对对对，都是你。啊，对了，叶一鸣，之前我想跟你道个歉，我以为你跟宋宝德你们之间，还有，在神经外科你为什么要跟踪我？这个嘛，
这个我不好讲啊。刘峰让你去的吧？你知道是刘峰让我跟着你的。嗯，当时崔成强要给刘峰打电话。别着急，刘副院长还在开会呢。你说他在开会，后来我才觉得，一定是他让你跟踪我，不然你怎么知道刘峰的行踪啊？这可不是我说的啊，是你自己分析出来的。刘峰啊，他没有恶意，他就是关心你。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人也很好，只是有的时候做事儿，可能他觉得我这个人是需要被拯救吧，但是事实是根本不需要。行，那以后啊，我呢就不多管闲事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我需要一个朋友。我现在这个时期呢，又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很需要一个朋友。你听过一句谚语吗？这个谚语说，一个外科医生，如果只能交一个朋友的话，就必须交跟他同一个手术室的麻醉医生。所以，叶一鸣，你愿意成为我在安和医院的第一个朋友吗？你这是什么谚语啊？是你自己瞎编的吧？那行，我想想啊，这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还用想吗？那勉强就算了。我愿意，我愿意和你做朋友。接个电话。喂，好的，知道了。急诊是吗？啊，行，马上过来。我这就过去陪啊。急诊夹层。新一轮又开始了。你手还行吗？好多了，我相信宋保德坚持不了多久了。一会儿手术时间。手术时间。我们要大胆的创新，做出一个不是血泵的，让他们看看吧。我一直强调，做什么都不能丢了气势。哎，你说慢点儿。感觉怎么样？我们不和他合作，只要你主导研发，工程师人选，你来挑。谢谢你，我不考虑，我没兴趣。哎呦，我就奇怪了，医院全力的支持，给你最大的研发自由，去做一个跨时代的医疗器械。哎，我也奇怪了，你一个胸外的，主攻肺移植的，怎么对人工心脏那么感兴趣啊？那个，为广大患者谋取福利。那什么，院长啊，过2年就退休了。他希望我做接班人，更进一步为患者服务，特别是研发全磁悬浮人工心脏，对医院来说是很重要的目标，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就知道你是为你自己着想的，同时也是为了广大的患者谋取福利，这不矛盾啊。我和患者的利益本来就是一回事。国外人工心脏早就成熟了，为什么不进口？就是因为价格太高，价格高形不成市场。可是现在全国每年的心衰患者已经突破了1000万大关，只要研发出用于临床的国产人工心脏，才能把价格降下来，才能满足广大患者的需求。你搞研发根本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你让我去，那不是浪费我时间吗？还有你说那句话，1000万患者的时间，你找别人吧啊，我不考虑。哎，你干什么呀？你松开！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让人家看你，快点松开啊！你去做吧。你抓着我干什么呀？松开！哎，院长。刚才我在行政楼看见唐佳瑜和刘副院长公然的拉拉扯扯的。唐主任的手术技术咱都见识过了吧？人家的私事，咱不多嘴了啊。哎，但这2个不能混为一谈，技术是技术，人品是人品。一想到他是因为和刘副院长关系不清不楚才上位的，你就一点不生气了？我气呀！一开始你们都生气，我也觉得可气，但是后来我冷静地想了想，你说气什么呢？气坏了身体是自己的，龙龙。我觉得吧啊，只要能够按时下班，按时发工资，龙龙，
其他的事情咱别多管。是，说的都对。所以为了我的身体，我以后也应该少跟你说话，因为跟你越说我越气。换药去。你气什么呢？护士长，他来了，让大家准备吧。哎。 小强，今天换药不哭，就给你糖吃。哎，主任，您可算回来了。怎么了？刘副院长说给你打电话打不通。刘副院长说，医务处临时检查，让唐主任务必去跟医务处长欧阳打个招呼，希望一面带微笑，二态度可亲，三最好少说话。这个欧阳处长是谁啊？喂。今天医务处临检，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呢，最好能提前去跟医务处处长欧阳认识一下。是刘凤副院长让你打给我的吧？不是啊，是我自己想告诉你。哎，对了，你去的时候啊，态度好一点，也不用太好，就跟你平时那个态度正好相反就行了。哎，不，我可不是说笑啊。哎，我这有一电话啊，先挂了。怎么感觉你们都挺怕这个欧阳处长的？检查强群的重要意义。心外病人术后需要在走廊多走动，这样有利于康复。病人走路时手可能会扶墙，扶过墙的手又很有可能会接触到伤口，所以不仅是强群，整个心外病区都应该保持干净和整洁。吴护士长还是和以前一样，让人放心。唐主任，你好，唐佳瑜。唐主任，在心外手的卫生很重要。我刚才摸了很多东西，就不跟你握手了。我只是来打个招呼。再见。你等一下。处长，这几个病例有问题。住院号036，危重病例讨论记录上级未签字；住院号079，入院大病例上级未签字；住院号021，手术同意书上级签字未精准到分钟。吴护士长，这几位病人的上级医生是谁？让他们来一下。都是重病组的病人。不好意思，欧阳处长，可能是最近工作太忙，我忘记签了，我马上去补签。按规定，1个月病例违规超过3次是要扣10%奖金的。扣吧，再见。还有，还有什么？听说唐主任上一份工作的薪水很高，可能不在乎这点奖金，但是作为中心的主任，我有必要提醒你，希望你今后可以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为心外的人做一个表率，而不是充当反面典型。否则的话，难以服众。你说的没错，我之前的薪水底算很高，而且一定比你想象的还要高很多。我是克梅德医疗中心薪水最高的外科医生之一。既然今天说到这儿了，我就多说几句。医院用那么高的薪水请我来，用我这双手是来手术的，不是签字的。可能欧阳处长文职做了太久，已经忘了一个医生的本质。你什么意思？主任，仪式平台来电话，黄雪纯死亡供体了。是吗？供体在我们安和，那是不是给器官移植的其他院打电话就行？是。唐主任，欧阳处长，我来只是跟你打个招呼。你想扣钱还是处罚都随你的便，我还有正事要做。你慢慢查卫生，希望今后我们也不要遇见的比较好。再见。不是，主任。
接通了。哎，你好，我是新外唐佳瑜。啊，对，器官移植。你办公室在几层？我去找你。你转身。唐主任，我们又见面了。唐医生，好久不见。唐医生，哎，又见面。你是不是比2年前瘦了？当然，我一动就喘不上气，连女儿都保不住。我给你看相公的照片，你看，长这么大了，2年前还是个小 baby。哎，孩子长大了，可我还是老样子。别着急，做完心脏移植，你就可以抱动了。这次真的能做移植手术吗？唐医生，在国外是你救了我。后来我们因为保险失效的事情回国，当时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移植手术不能由你来做。没想到兜兜转转，你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个心脏。不是我带的，是碰巧有跟你配型成功的供体，但是能不能做成手术呢？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现在的情况非常好，供体就在安和医院，少了运输，减少变数。唐家，给你做检查。江百烈，你陪王九成做术前检查的时候要寸步不离。虽然他现在情况还不错，但是心衰依然很严重。他是我的老病人，我不希望有任何问题。明白，唐主任。秦大忠有话说。我能不能申请接病人去做检查？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有副主任之称，做2周都屈才了，怎么现在愿意做陪检这种杂事儿？为患者服务，不分贵贱。主要是我对这个病例比较感兴趣。那好吧，周达，负责科里其他的病人。好。龙向东、江百烈，你们2个负责从捐献者那取供体，开胸之后确保心脏 OK， 给科里打电话。好的，唐主任。那还有其他吩咐吗？没有了。走。哎，你跟我们唐主任在国外就认识啊？对，我遗传的扩张性心肌病，第一次发病的时候是他救了我。那他在国外怎么样？都什么情况？你是什么？工作。像可梅德那么有名的心脏中心，那儿的人都怎么看他呀？评价很高啊。2位好，我是安和医院医务处处长欧阳真宇。请问2位是袁蕊的父母吧？啊，我是袁蕊的爸爸。小蕊怎么样了？电话里头说，她遇到车祸了。因为2位在外省，所以电话里面不方便细说。很抱歉，经过医院多个科室会诊，你们的女儿袁蕊已经被确诊脑死亡。袁蕊生前是器官捐献的志愿者，现在她的心脏已经找到了合适配型的病人。如果2位没有异议的话，请签字。你是干什么的？啊？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大言不惭的说袁蕊捐心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他对我没尽过1天孝，你知道吗？就这么死了，还要把自己捐出去，简直自私到了极点。我告诉你，没门儿！副主任，来吃饭。今天拜你所赐，我见了个特别讨厌的人。那不用问了，一定是欧阳真宇。他为什么那么讨厌啊？他只是性格有点特殊，
我跟你说，能在安和啊让人又敬又怕，这人啊肯定就是他。哎，我觉得你们俩性格挺像的，其实以后没准可以成为朋友的。你说什么？我跟他像啊？哪儿像啊？他是个机器人。我跟你说啊，欧阳在安和10年了，他是从医务处最基层做起来的。他刚到医务处的时候，应该没有这么讨厌吧？好像也是这样。啊？那他上级领导怎么能受得了他？院长特别欣赏他。你看他平时工作认真、铁面无私，做事呢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从来不动摇，所以大家才这么敬重他。哎，被你花成一朵花了。喂，说。见。家属为什么会拒绝捐献？坐。我问你，家属为什么拒绝？在国内，器官捐献不容易被接受，这是很正常的。你说的真轻松啊！江百烈说，家主强调不允许协调员，也就是你进入病房，也就是说你在协调签字的时候态度有问题，所以才给家属造成这么强烈的反应。这么难得的供体就被你这样弄丢了。病人是人，捐献者也是人，请你不要一口一个供体。你是我见过最差的协调员。你什么态度啊？想一走了之吗？我搞砸的事情，我来补救。我得盯着你一塌糊涂。你看什么？找电线。我不是机器人。我看你像充电。你跟我进去可以，但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资本跟我谈条件吗？说吧。不要插话，你不招人喜欢，我不想因为你引起家属的反感。我不招人喜欢。我可以同意，但是你必须要说服他们同意捐献。这个我不能保证。袁爸爸，到现在，孩子他妈都不愿意进病房看看小蕊。你走吧，我们不会同意捐献的。袁妈妈，您为什么说袁蕊一天都没有尽过孝？和你没关系。她没考上大学，是18岁那年离开家的，跟一个小混混跑了，不学好的东西。5年，一次都没有回去过，还偷偷跟他爸借了一大笔钱。这些也就算了。我去年你做了宫颈癌的手术，你的丈夫给袁蕊打电话，希望他能回去看看你，结果你们没有等到他，他回去了。这是跟他一起合租的那个女孩给我看到的她朋友圈的截图，她当时看到就截图了，下边是定位，
取名是第一医院，应该就是你做手术的那个医院吧？他真的回去了？对，虽然我不认识袁蕊，但是听合租的女孩说，她是一个热情、善良、大大咧咧的女孩。袁蕊离开家不久，就和那个混混分手了。第2年，和她的朋友一起学了美甲，开了一家小店。跟你丈夫借钱是因为被人骗了1年的房租，不过后来的情况好转了。就是他们的小店，我在点评网上搜到了这家店，很多客人都说小蕊是他们最喜欢的美甲师，还给了她很多5星的评价。还有这张照片，虽然我不认识袁蕊，但是我觉得她一定不是一个自私的女孩。跟她合租的女孩还说，她每个月都会存钱，说存够了就会还给她老爸，等还清了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回去见你们。我手术那天，他说他做了一件事为我祈福，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妈妈，我做了一件事为您祈福，回来以后跟您说。你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来见我？现在想见也见不到了。你可以派人去取供体了。我已经让他们去了。袁蕊在网上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的日期是去年3月18号。你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刚才不说？器官捐献必须家属心甘情愿，不能有一点道德的绑架和感情上的勉强。对于医生来说，捐献者是供体。对于接受移植的人来说，捐献者给了他们第2次生命。但是对于捐献者的家属来说，他们可能是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甚至是子女，是血和肉。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不是最糟糕的，我见过比你更糟糕的。喂，主任，袁蕊出现右心衰竭症状，不符合移植要求，被平台从供体名单里剔除了。主任。病人这么年轻，之前又没有心脏病，应该是骨折，造成了栓子堵在肺里，我想应该是急性肺栓塞。给。龙向东，你怎么不打了？你说呢？肺栓塞，心脏只会进一步恶化，再用药没用了。龙向东，我不知道你这种态度是从哪儿来的，但现在你给我听清楚了，马上通知手术室开胸取栓，只要栓子取得快，右心衰竭也可以逆转。开胸取栓。主任报告。主任，是肺栓塞。知道了。愣着干嘛呀？快去呀！那没事，我来吧。是这样的，袁蕊出现右心衰竭，怀疑是肺栓塞造成的。为了能够保住心脏，我们必须尽快手术，时间很紧迫，所以我们需要你们同意才能。
就当为孩子完成他最后的心愿吧。谢谢，谢谢你们。慢一点。平台认为袁蕊的心脏已经成为边缘供体，不予采用。你这是干什么？是肺栓塞，只要栓子取得快，心脏就有希望恢复。不行，这太冒险了，没有胸外的医生接这台手术。喂，刘峰。对，是肺栓塞，是脑死亡患者，我需要他的心脏做供体。好，你去手术室，我们马上到。有人接吗？主任。嗯。主任，联系了手术室，都满了，坐不了。你跟他们说，是刘副院长紧急的接台手术，必须要腾出一间手术室，时间拖越久，心脏都没得救了。张北来，去吧，快去吧。你经常打着男领导的招牌，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便利吗？对啊，不避嫌？不避嫌，反正医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还不如物尽其用呢。好，谢谢。主任，手术室安排好了，交给我们吧。快去吧，刘副院长等着呢。好，来。只要列为边缘供体，医生就会放弃器官。你这样做真的可以吗？你知道每一年全球因为边缘供体要浪费多少器官吗？心脏不是芒果，不能凭空从树上长出来，所以每一颗供体心脏都来之不易，而且它是全身最坚韧的器官，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情况怎么样？栓子已经取出来了，不过心脏能不能康复，还不好说。只能等了。今天谢谢你。不用谢我，其实你也清楚，我之所以愿意接这台手术，是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医生愿意接。我也是因为我们的私人关系。如果有人工心脏，像王雪深这样的心衰晚期患者，就不会把所有赌注压在一个边缘供体上。所以你现在觉得，研发全磁悬浮人工心脏还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吗？抢回一个边缘供体，只能救活一个病人。如果有人工心脏，能拯救多少患者？这样的算术题，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不难算吧？这个心脏能不能移植，只能等。也许明天，也许要等很久。最终能不能用也不知道。所以，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汤医生，这颗心脏会没事的。不要过于乐观。不是乐观，是因为有你在，所以我有这个预感，心脏会没事的。我等你的好消息。谭医生，出来，怎么了？谭医生，雪纯她一直留着从克梅德出院的时候和你拍的合影。我女儿小萌问你是谁，她就会跟小萌说，就是因为这个阿姨，她才能继续陪小萌玩，不是要给您压力或别的，就是我女儿还在家里等妈妈呢。我们等这颗心脏等好久了。我明白。情况有变化吗？还没有。今天晚上我留下吧，我在这守着。不用了，我留下来。那也好。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辛苦。主任，
其实今天你能做开胸取栓这个决定，我挺意外的。你的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不过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明人不说暗话，我就直说了。我之前看见你和刘副院长拉拉扯扯的，其实不用我说你也清楚，你们俩这不清不楚的关系，全院的人都看得见。其实对于这件事，大家都挺介意的。毕竟靠关系上位，它不光彩。不过我想，你应该有自己的理由。如果你愿意去说，我还有众命组的所有人，我们愿意去听，我们愿意重新认识你。好，那我就解释一下。你说。4个字。关你啥事儿？喂，主任。安生，怎么样？有结果了吗 ？OK。这次供体情况有点特殊，我亲自去取，顺便看一下心脏的情况，确保供体没问题，再推王雪纯去手术室。你现在跟龙湘东会合，我在手术室等你。哎，好，主任。哦，对了，百炼。哎。欧阳处长应该在特护病房，你去跟他说一声，重新把供体录入到移植平台，这样分配才符合要求。好的，主任。去吧。袁瑞马上就要进手术室了，两位和他告别一下吧。妈妈的小宝宝，再见了，宝宝，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啊，宝宝。欧阳医生，欧阳医生，真的谢谢你。谢谢你。供体没有问题。马上给秦大中打电话，让他现在推王雪纯到手术等待室，等我这边取出供体，让他们再麻醉。好的，主任。处长，出大事了！刘院长，我有事情跟您汇报。可以了，准备接供体。马上给秦大中打电话，他们可以准备了。唐佳瑜，我是刘峰，我在休息室等你，马上过来。这颗供体心脏今天重新出现在系统里，
重新分配给了一个配型相同的病人。这个病人昨天晚上才登记的。知道这件事后，欧阳和我马上和平台进行了沟通，把2个等待移植的病人的所有数据都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得出结论：这个重新分配的病人病情危急程度更高。如果没有供体，生存期不超过3天；王雪纯的生存期至少在1年以上。所以，你们的意思是你们想拿走这颗心脏？不。新病人的主刀医生知道了这颗供体昨天出现过问题，他希望由你来主刀完成这台移植手术。毕竟你是对供体最熟悉的人。他们可以派车把病人送过来，10分钟以内就到。他们也是怕供体瑕疵影响移植存活率。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心脏是我病人的，我现在要给他做手术。唐佳瑜，如果有任何办法为王雪纯留住这颗供体，就没有刚才的对话。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平台的规定，按照病情的危急来分配供体，不然的话会对医院造成严重的信誉度危机。到时候受害的不只是王雪纯一个人，而是安和做移植的所有病人。这个轻重，你掂量得清吧？刘峰，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在王雪纯就在手术等待室，你们让我怎么跟她说？我说昨天因为我没有放弃我的努力，想让她得到这颗心脏，现在反而让她失去移植的机会，是这样说吗？你们教教我。我不管，我管不了其他那些事儿，我只是个做手术的医生，我只能看见眼前的病人，别的跟我没有关系。现在王雪纯是我的病人，她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她是无辜的，我只要对她负责。她信任我，我能辜负她吗？我知道这对王雪纯不公平，但是你想，如果每一位医生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平台冰冷冷的数据来挑选哪一位病人应该得到心脏、肝脏、肾脏，甚至是角膜，唐佳宇，你能想象这样的医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医院吗？我都听说了，移植手术总是最难的。以往的移植手术总是需要一个病人的死亡和捐献来拯救另外一群病人，而今天你这台，说实话，如果换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不过，我相信你应该已经有他了。刚才我确实冲动了。这就是原位心脏移植的病人。麻醉。病人情况稳定，可以开始手术了。开始手术吧。针指。剪掉。
心脏开始复跳了，窦性心律，跳得不错。可以停体外循环了。主任，他在干什么？他在缝遗体。人手紧的时候，医护会优先上移植台，捐献者只能等到2柱下了台再去缝合。不过欧阳处长每次都坚持亲自缝合，而且用的都是美容针。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人都已经死了，缝得再好又有什么用？但是他却说，要把遗体以最佳的状态还给家属。是我把王雪晨的供体弄丢了，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说，我替你去。不用了，他应该从我这儿听到这个消息。刘峰，你说的对。如果有了人工心脏，我们就不用那么被动的等供体心脏，我们可以救更多的病重患者。虽然器械研究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但是人工心脏的研发，我愿意加入。请问唐佳瑜医生在吗？哎，那个就是唐主任，您找他有事吗？您是病人家属吗？哎，那不是刘副院长的老婆吗？她怎么来了？哎，唐医生，我这有纸。谢谢。没事。这你给我打电话吧。好。谢谢啊。唐主任，叶一鸣，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就住这个小区啊。你住这儿啊？啊，你怎么在这儿？哦，我来找房子。我这不是决定要回国工作了吗？也不能一直住酒店，所以就想租个房子，租离医院近一点的地方。我跟你说啊，那这个小区的房子房源可是非常紧俏，如果有合适的，赶快定下来。要不是因为认识你，还以为你是中介的托儿呢。我不是担心你租不到好房子吗？好了，
那我走了，明天医院见。要是租到了，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希望能成为邻居吧。还有就是要加强夜间护理，这是我一再强调过的，特别是术后从 ICU 转回来的重病人，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好了，就这些，大家都工作吧，辛苦了。护士长，护士长，这是怎么了？还能怎么了？又撞了呗。哎，去拿纱布。哎，多少次了也不长记性。哎，别动，别动！还流吗？哎，快给他压一下。你别说话啦。哎，佟主任，刘夫人要在办公室等您呢。嗯，好。他鼻子怎么了？撞在值班室的柱子上了。哦。别谢。哎，找我什么事儿？人工心脏进展怎么样了？那个工程师人选有眉目了吗？还在找呢，就为这事啊。你这衣服上沾的什么呀？赶紧擦擦。做领导啊，要注意形象。不要在意这些小细节。找我什么事儿啊？就为领子？你看一下这个超声心动图。男孩10岁，有先天性二尖瓣狭窄。3年前换了人工瓣，现在孩子长大了，心脏也长大了。这人工瓣跟心脏都不匹配了，必须马上进行2次换瓣，而且成年之后还要再换1次。哎，变质了你就不怕拉肚子？昨天买的，你浪不浪费啊？这个患者呢，条件有限。如果说一步到位，避免成年后第3次手术呢？你的意思是说，给个10岁的孩子换个成人吧？嗯。那这个得好好想想。我就知道你一定感兴趣。这个患者呢，比较特殊，所以说我提前跟你也打声招呼。朋友的孩子还是你家亲戚？不是。是个孤儿，而且患有自闭症，福利院那边送过来的。没气儿。叔，你也没睡好啊？曹主任这呼噜打的山响，还有就是陈海文那臭袜子，我的天哪，熏得我！在这个值班室，我就没睡过1次好觉，1次都没有。主任，早，主任。早安。刚收了个病人，信息发群里了，都看见了吗？看了，看了。一个10岁的孩子，2次换瓣，我想讨论一个一次解决的办法，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手术方案。这个自闭症患者啊，是先心病的高发群体。自闭症本来就有社交障碍，无法融入群体，语言能力发育迟缓，大多伴有智力低下，再加上这个先心病，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而且，患者还是个孤儿，你说说，哎，你说的这些跟手术方案有关系吗？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就随口一说。谁说点有用的？主任，我觉得主要还是尺寸的问题吧。塞不进去大号的瓣膜，那就选一个相对够的小号。2次手术，心脏跟瓣环是固定的，这一牵拉撕裂了瓣环，可就麻烦了。如果用牛心包垫一下呢？就算垫了，人工瓣放进去也不一定待得住，不好缝，而且没着力点。如果用一个带人造血管的主动脉瓣，倒过来，反着缝在2尖瓣的位置，人造血管剪到1厘米左右，作为着力点。1厘米？我觉得可行，足够加固缝合。这样的确好缝多了。那就这么定了。对了，还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我准备把办公室搬到你们隔壁，跟你们说一下。走吧，准备查房。好，马上来。等会儿，都说我们搬到隔壁，搬到哪隔壁？那隔壁啊，这么近啊？那岂不是说他坏话就不方便了？干嘛要说他坏话？查房去吧。
哎，龙龙，你这是怎么了？你宰头的啊？你突然间的，你怎么你叛变了一样？哎，他可是有潜规则进来的。我可没说过啊。啊，主任，出院手续都办好了。这位是李社工，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我也跟护理部那边申请了，李社工可以24小时的待在病房，不用遵守探视规定。你好，病人的名字叫钟小星，是福利院给他起的名字。我们已经看过钟小星的检查结果了，组内讨论一致认为他可以换一个成人班，这样就省去3次开胸的痛苦了。啊，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唐主任。这孩子是3年前被遗弃在福利院门口的，当时口袋里边就只有一个字条，上面写着自闭症和心脏病。我们院里边当时已经花钱给他动过1次手术了，这刚3年又不行了，院里边经费实在是有限。明白，这样病人也会少受1次罪。我去帮他做个检查，然后具体手术的情况，江医生会跟你解释的。啊，好。我姓江，你也是可以找我。好嘞，谢谢你啊。钟小星，我是唐医生，给你做检查好吗？唐主任，你直接查吧。啊，他听不懂，也不会说话，就知道成天凭小卡车玩。那我查了。来，配合一下。过来。我看。安静，没事，小心。弟弟没事，就给你做一个检查。别害怕。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平时也这样吗？叶一鸣，我明天有个手术，你能来做麻醉吗？情况有点棘手，2次换班，病人才10岁，而且还有自闭症。那太好了，那一会儿病房说吧。唐佳宇，你眼睛没事吧？啊，没事啊。你好，我是刘峰的太太周琳。请问你找谁啊？你是哪床家属吗？我不找谁，我是那间病房的家属。啊，那个，听说这儿有个自闭症的孩子是吧？没见过，我想过来看一眼。不好意思啊，这个孩子比较敏感，也没什么好看的。再说我们探视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没事的话，您请先回吧。啊，好。哎，罗勇士啊，7号病床是你管的吧？啊，那家属是一个中年男人吗？7号病床是一个孤寡老人，没什么家属啊。啊？我知道你是刘峰的前女友，你是不是还想？刘太太，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从前我跟刘副院长是同校的校友，现在我们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请你回去问他。我还有工作，我先走。江百叶，叶主任，您来做术前访视的吧？啊，唐主任说明天要手术。哎，他在哪儿呢？他早上被病人打了。被打了？被谁打了？就是那个钟小星，但只是一个意外啊，他是有自闭症。您这要是进去，我怕他见着你又闹，他嗓门可大了，早上就被人投诉了。拿着。叶主任，您这是？你听说过白大褂高血压吗？我听说过，有的人看见白大褂血压就高，但他不是真的高血压，是紧张。那也得试试啊。术前访视不做，那明天怎么给他打麻醉？进来了。叶主任，你小心点啊！哎，别摘，小心。哎，我来吧，你先出去一下。您是？
我是麻醉科的，来做术前访视。哦，怕吓着孩子，就没带白大褂。哦，来，我来。这个啊，其实一点也不可怕，戴起来以后特别的舒服。你看啊。特别的舒服，你要不要试试？我们试一下，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呢，我们到时候就不带它了，好不好？试试。来，没事，试一下。深呼吸。怎么样？叶主任，你要是早上来了的话，滕主任可能就不会被打了。哎，你来了，主任，术前访视做了吗？主任，您这有点加勒比海盗的那意思。赶紧干你正事儿去啊！叶主任再见啊！你眼睛怎么样了？没事儿，就划伤了。哎，明天钟小新可以手术吗？应该可以，不过他比同龄的孩子要瘦小，麻醉药要酌情减量。我听江百烈说了早上的事儿了，要不然先别着急做手术了，让儿科专家会诊看看。自闭症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改善的，你就是会诊也是浪费时间，而且福利院的资金是有限的，尽快手术比较好。好吧，你眼睛真没事吧？没事儿，我走了，还有个手术。哎，那房子租到了吗？租下来了，中介说明天给房东打电话签合约。行，那你忙吧啊。啊。进来。哎，主任，关于办公室的事儿，我有个想法，你要不要听听？好啊。哎呦，说想法吧。那我想，疼吧？说想法吧。这个月的排本表这几处不太合理，再拿去调整一下吧。护士长，主任，眼睛好点了吗？没事了。手术室来接钟小新了吗？啊，已经接走了，打了睡觉针，这样进手术室的话，应该就不会再闹了。主任，查完房了。你们先去手术室吧。开完胸之后给我打电话，我要去趟 ICU 看看昨天下手术的病人。好。去吧。走啊。走了，护士长。护士长，刚才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有自闭症的孩子，好像是钱，给钟小新的。病人怎么样？哎，主任，我已经打过睡觉针了，挺好的，今天早上都没怎么闹。那开始备药吧。好。那给你钱的人是一个中年男子，穿蓝色 T 恤吗？听他口音像是南方人。那他现在在哪儿？刚刚在病区门口的。你站住！站住！站住！你别跑！李秋，睡觉针的剂量打了多少？怎么感觉病人要醒了？不可能啊，我打的是正常剂量。马上开始麻醉吧，病人要醒了。好。主任，
小星，你别怕。支颤，除颤器，除颤器。120焦耳充电。120焦耳充电。离手。充电。 你站住！你别跑了，我现在跟你说2句话。我就是想来捐点钱，谁也不是。别骗我了，7号病床根本就没有家属。还有这儿，你下巴上有掉沟，钟小新下巴上也有，这是显性遗传。你是钟小新的爸爸吧？ 有心跳了，马上给重病组的人打电话，让他们马上过来。你怎么知道他要做手术的？福利院在网上登了，我看到他照片了，让大家捐钱。你既然来了，就说明你还有良知。钟小新现在已经在手术室，马上就要做开胸手术，这可不是一般的小手术。难道你就不想见他吗？我不敢见他。 那你认到他，就是因为他有病。你知不知道你这是犯了遗弃罪？他有病，那也不是我的错。他妈妈发现他有病，就跟我离婚。我一个人跑长途拉货，家里没人带他。你说这么一丁点大的孩子跟我睡在卡车，自闭症也就算了，还有心脏病，我哪有钱给他治病？护士。 你别说了，我不敢见他，要不然福利院该让我把他领回去了。我求你了，他没见过我。那你能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吗？你和他一起生活了7年，他总该有自己的名字吧？如果你能告诉我他叫什么，我可以当做没看见你。张黎，双木黎。 我之前查了一下，不是卡班。是啊，现在看倒是没什么问题，怎么会室颤呢？我也想不明白。其实，病人现在的身体状况，做手术没什么问题。你叫停手术的话，我们倒是没什么，但是主任那儿……是谁叫停的手术啊？ 是我叫停的手术。你跟我出来一下。为什么要停手术？病人心脏室颤，找不到具体原因，我认为不再适合继续做手术。就是因为找不到原因，所以才应该尽快手术。心脏有 B 超拍不到的地方，你正好可以通过开胸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那如果是其他原因呢？叶一鸣，麻醉医生是有权利停手术的，但是不等于滥用职权。 你要清楚问题出在哪。如果是因为血压低，或者是凝血功能太差，是可以停的。你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臆想出来的。钟小星的心脏室颤之前，满眼都是恐惧。是什么能让一个孩子害怕到心脏室颤呢？因为他有严重自闭症，我只负责他的心脏，帮他做好手术，我的工作就完成了。可我要保护他的生命，只有他安全下手术台，我的工作才结束。 外科治病，麻醉保命。唐主任，以我当医生的直觉，我觉得这个病人有问题，请你相信我。就算你真的要叫停手，那其他人呢？他们会同意吗？我去问他。我要叫停这台手术，你们谁有异议？唐主任。好。 手术就推到下午3点，但是你必须给出我除了直觉以外，医学相关的理由证明不能手术，不然我就要换其他的麻醉医生。哎，护士长，帮我拿一下电话记录吧。好，来给。
好，是王警官吗？哎，我是安和心脏中心的吴敏敏。啊，是这样的，我怀疑我们这里有一起遗弃案。还真沉。哎呦，老邢，老邢，啊，来，哎呀，喝点心点。没事。哎呀，哎，你们怎么回来了？啊，心脏骤停，出差出回来了。哎呦，这孩子，真够厉害的。叔，你这是弄什么呢？乱七八糟的都。嗨，我跟唐佳瑜啊申请了一间高年资的休息室，就是那曹主任、张主任那群人禁止入内那种。这不是，他就让我把这些箱子什么的都先把它清清，我就清呗。叔，我还能不能去蹭住？当然可以了，小百炼，跟叔还客气。谢谢叔。走，往右打，打满，打死，好，回轮。老邢，你练搭把手行吗？主任，你们刚才手术室的时候怎么回事啊？是心外的还是麻醉的？主任，我觉得你没必要那么生气。我倒是觉得叶一鸣刚才说的那些话挺有道理的。昨天叶主任没穿白大褂，就那个小新，真的没喊。可是你别看我又没去手术室，我一直搬箱子来的。这怎么回事啊？如果说是叶一鸣主动停的，那我觉得这事儿没什么问题。小叶子那个人靠谱。不过这个钟小星害怕白大褂，也确实啊，昨天查房的时候他反应挺大的，那说明他这种恐惧应该是在住院之前就有的。第一次换班。就5分钟，应该没事吧？这不是时间不够吗？才找你这老同学帮忙的。啊，对，第一次换班的所有资料，你那儿有吗？有是吧？那行，你就用手机直接发给我就行。术中因病人左手弹动，疑似肌肉痉挛，增加肌松药用量。左手弹动，增加肌松药用量。喂，叶一鸣。喂，我找到原因了。我们也找到了。术中知晓，对，就是术中知晓。手术麻醉由3种药物组成：镇静、镇痛、肌松。钟小星可能先天对镇静、镇痛药不太敏感。上次手术的时候啊，他的运动神经已经被麻痹了，可是意识却是清醒的。他能感受到医生的每一次切割和缝合，所以他想抬起左手示警医生，却被误以为是肌肉痉挛，加大了肌松药的用量，让他一动都不能动。今天也是一样，明明在房间已经打过镇静了，可是他却提前醒了。术中知晓对正常人来说都像噩梦一样，我真的无法想象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是多么大的打击。你的意思是说他在手术中受到惊吓，所以才导致他心脏骤停的？对。主任，钟小星不见了，全科找了都没找到。叶一鸣啊！我听见了，我这就过去。去哪？走。就先别管他了。周大区保卫部调看监控录像了，说钟小星是从6号小门出的病区，进了旁边的楼梯间。好的，我知道了，有情况马上通知我。6号门的楼梯间。啊，这边。我真的非常后怕，我差点给他用了低于正常剂量的麻醉。你已经很不错了，不是所有的麻醉医生都能像你这样这么负责。手术中间可以叫停，这件事情是我的疏忽。这是我的工作啊，我应该做的。可是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很恼火。是吗？他们对我的态度？对，就是因为他们对你的态度。秦大中那么令人讨厌的秦大中，还有龙向东和江百烈，对你也太好了吧？所以我很恼火。这就没办法了，谁让我在安和待的时间长了？多长？10年？35年。你该不会在这生的吧？你答对了。
我妈呀是眼科大夫，生我那天啊，她正出诊呢，出到一半啊，就被送到妇产科去了。我爸呀是普外的，我姐啊是妇产科的。原来你们是外科世家呀！我爸我妈都退休了，我姐呢下乡送医，得半年以后才能回来。可是，以你父母的年纪，我们外科应该不会退休这么早吧？他们也不想退休啊，可是我爸得了帕金森，没有办法，必须得退休。他不愿意退休，我就求刘峰，让他表明院领导的态度。他表明了之后才肯退休，算是被迫退休吧。我要善意的提醒你啊，刘峰的人情可不好欠的。对了，我想起来了，神脉那一次不会是刘峰让你帮我忙吧？嗯。对了，我想起一个地方，钟小星很可能在那儿。钟小星。钟小星，钟小星，我知道你为什么害怕了。手术的时候，你一直是醒着的。来，跟我们回去吧，不手术了，也不会疼了。钟小星，你别动，你别动，来，把手给我，把手给我。你现在怎么样？好点没？一直躲在休息室里哭呢，说全怪他。护士长，这事儿咱们院里会怎么处理啊？责任呢是主任担下来了，不过于倩肯定是会被扣奖金，要写检讨的。就是这样，那护士也是人，还能不吃饭不上厕所啊？啊，别抱怨了。哎，你好，王警官。哎，张林的父亲已经找到了，叫张志强，查到他买了回乡的火车票，已经联系车站的派出所进行拦截了。那太好了，那你们辛苦了啊。王警官不用拦截了，张志强现在在我们安和医院。你还是回来了。我是想早来着，车票都买好了。我这日子刚好过一点，不想再带来个累赘。可是，一想，他是你的亲生骨肉啊。是啊，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手术推迟了，张林现在情况很稳定，我带你去见见他。你说，张林小时候常和你住在卡车上，你看看他手里的玩具是什么？福利院的人说，张林最喜欢的玩具就是卡车了。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是为什么，是他对爸爸的记忆。小林，小林，小林，爸爸来了。爸爸，对不起，让你受苦了。小林。小林，爸爸对不起你。小林。
唐主任，中华新那边已经安顿好了，儿科回电话说他们会尽快安排会诊。知道了。那我们就接着说，这次手术2大难点，第一个当然就是2次换班，第二个是如何防止术中知晓，这是麻醉科的重要的任务。叶主任，说一下你的麻醉方案。首先呢，由于患者对麻醉药物先天的不敏感，所以要加大镇静、镇痛药的剂量，增加 beats 检测脑电波。一旦出现术中知晓，波动会产生变化。通过监测脑电波，将麻醉状态维持在安全数值内。谢谢。不客气。小星，手术做完了，有没有哪儿疼，哪儿不舒服？唐主任，刘太太，我刚下完手术，很累。如果你还想说上次那些话，我劝你还是算了。就5分钟。我发现刘峰的邮箱密码是一串数字，我一直都不知道代表什么，直到在书房的抽屉里发现了这张照片，密码是你的生日。什么时候的照片啊？我不知道你们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唐佳瑜，你现在是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你什么都有了，而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不知道你回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是重温旧情，我想请你记住，这个男人现在有妻子，还有2个孩子。我希望你不要破坏一个这样的家庭。这什么时候的照片啊？你说，都10多年了，你还留着它干嘛呀？最关键的是什么？邮箱还有我的生日密码。别说他生气了，我要是他，我也生气。哎，这就是当时同班同学批着玩的，这乱七八糟，传了那么多年谣言，说我追你，你看我什么时候承认过？那你也没解释过呀。你这次能不能回家好好解释解释？下次别让他到医院堵我了，让人看见真误会了。部长，主任有事吗？跟我来一下。主任，这什么时候改的呀？昨天晚上我让工人刚刚弄好。可这是你的办公室啊。从今以后，这里就是护士的值班室。他鼻子怎么了？种在值班室的柱子上了。我之前待的医院有这样一个说法：医院营业靠护士，可是往往不知道这一点的只有医生。有很多医生会忘记这一点，包括我自己。将来如果我再忘了，记得提醒我。谢谢你啊，主任。可秦主任那边怎么办？这2天他到处在说你要给他一间高年资医生的值班室。给他了。哎呦，谢谢了啊！哎，说什么呢？哎，你说我是不是被这个女人给涮了？理论上吧，主任是没有食言的啊。人家说给你间值班室，但没说是哪间啊，对吧？对啊，老秦，要怪就怪你没跟主任说清楚。那还用说呀？我以为腾出来的就是他现在要搬进去那间呢，谁想到还有个这么个地方。哎呦，他这简直就是一个偷梁换柱。哎呀，不是，这还多了一个柱子。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哎呦，说了，
你这地方挺好啊，你这有绿植啊，单人床，还有这个人身格言。周小新出院手续办好了吗？好的，现在应该正在收拾。周小新出院了。对啊。哎，我的房子没租到。为什么呀？那天为了找钟小星，我没有接中介电话，结果刚好有人要租房子，房子就出去了。所以我告诉你啊，你欠我一套房源。怎么是我欠的？要欠也是中介欠的。那如果你要早点把情况说清楚，我们就不用这么劳师动众了吧？我也不会错过签合约的时间，由此推算，就是你欠我一个房源。行，我欠你的。不过，谢谢你，在手术中能坚决的叫停手术。如果不这样的话，这孩子再经历一次术中知晓，钟小星这一生估计就毁了。唉，这手术室啊，就是一个不允许犯错的地方。犯一个错误，就送掉一条人命。谢谢唐主任，谢谢叶主任。回到老家，在地方医院要定期复查，别忘了。哎，那我们先走了。谢谢。没事。这钟小星，俺不认识吧？流水的病人，铁打的医生，这不是也挺好的吗？是，不认识也挺好的。怎么了？刘峰给你那新职务叫什么来着？行政管理助理，真行，居然能瞎编出一个职务。这刘峰也真是绝了，这给什么单位奖啊？他被那女整晕了吧？这破职务就是啊，管杂七杂八的破事儿，连监控失误都得管。边头。哎呦，宋主任、廖主任，你们来了，坐。这个院里决定要在楼梯间这个死角安装监控探头，让我监管这事儿，不通知你了吧？啊，通知了，这不刚送来的厂家的报价单，您审审。这事儿就不劳烦宋主任了，我来吧。那咱里边吧，里边。你看这个啊，这什么呀？哎呦，老哥，这壳你看，我今儿下起来了，还真是。你看这哪？哎，你俩嘛呢？哎，等会儿我得跟边头好好说说，你们这监控室得好好管理管理。别啊！就是在网上发的小视频，没什么。我看看。你看，这俩人也太不要脸了。医院监控。对，医院监控。